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老虎钳工作室，我是老大。哎，我是 GD。那我们很久没有更新关于3D 猎鹰机的影片，你说是不是？其实很久没有更新影片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礼拜就是刚好有听到关于这个新的3D 猎鹰机的消息。对，其实也听到了一阵子。那它是 Creality， 就是创想这间公司在它的9周年春季发表会上面发布的 K1 系列3D 猎鹰机，算是一个新世代的产品，他们以前比较没有这方面这种构型的产品。对，那今天就来帮大家带出语音开箱的。好，那喜欢这影片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OK， 我们快2000订阅喽，大家加油。OK， 那我们直接从影片开始看吧。好 ，Go。看18秒，你有什么想要讲的地方吗？它有一种既视感，它是一个看起来讲它是蛮大的，而且它第一个是它 CPU 有更新，然后它是全封闭式的猎鹰机，然后看起来的话，它有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是触控的彩色萤幕，然后有一个金属外壳，对，然后是一体成型的金属外壳之外，它的猎鹰面积根据不同的机种，对 ，K1 可以是22×22×25。对，那如果是 K1 Max 的话，它可以到30×30×30大尺寸，魔术大空间。这个大小其实现阶段来讲，小的猎鹰机就比较少看到，这种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大台的猎鹰机了。30应该已经算是大台猎鹰机了。对，所以它全新推出的这个系列有2种 size， 那这边的话是 K1 Max 的 size。对，刚刚那个小的 size 其实跟 Prusa 差不多，大小就差不多。对 ，Go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有没有觉得跟我们之前的某一支影片很像？对，它连喷头都长得蛮像的，它整个喷头模组都蛮像的。那如果有在follow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那应该知道我们之前有开箱过关于 Bamboo Lab 的3D 猎鹰机。那我感觉起来，它这一台的话，好像就是用到这个光学扫描的功能，但是它这其实也就是这种自动调频这种功能啊，它是算是自动调频的一种，像过去我们会用到的像白纸，然后 BL Touch， 那不是自动调频。对，那到现在可能会用到的是不管是 Pinda， 然后现在到 LiDAR， 它就是不同功能。然后他们有超快，应该算高功率的加热，不管是底板或是喷头。对，跟以前啊，其实现在我们在用那个 Bamboo 的 P1P 的时候，对，它的底板加热其实好像蛮久的，相对来讲时间上是蛮长的。跟以前常用 Prusa 比起来 ，P1P 它的底板加热时间其实蛮长的。对。通常现在的这种 Core XY 机型的3D 猎鹰机，主打的最重要一点就是速度要够快。没错。那速度要够快的情况底下，相对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散热很重要。所以它这边有强调它的散热很顶。像这个散热的话，我们从 forum 上那边就有看到，这算是几年前设计。那这样的话其实很有效，就是从侧面进风。那 Core XY 它的 Z 是不会动的。对，它除了正上方有这种散热风扇之外，旁边也有一个辅助风扇。对，那由于它的 Z 轴是不会变的，所以它的散热风扇可以在同样的高度上一直吹，然后它的散热效果就会维持的比较好。但是我发现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从 PNP 去看的问题，就是这类型的散热风扇它只能吹正中心的物件，所以你的物件如果放在前面后面一点的话，它的散热效率会差一点点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速度印得快，散热又要好，代表就是它会很吵，通常会很吵。对。那这个问题的话，可能就比较难改善，或者是你要整个把它封起来，而且要放很多泡棉，而且要封得够密。OK。然后这边就是有主打它这台机器的速度有到600毫米每秒，这其实很快，很快啊。但这是纸面速度，
像以前 Prusa Mark 3，它的最快速度大概是200 mm/s。对，我们以前有用过更慢的，我们以前有用过大概50 mm 的。那如果是 P1P 或者是 Carbon 系列的话，大概是说500，宣称是500。对。那在前面一点，我们有介绍过一台 Delta 机种的3D 电机 FL3 V400，速度可以到400。他这边来讲的话都不会是均速了，他讲的就是他的可能填充他的filler 的时候，它可以到这个速度。对，所以速度基本上比我们以前常用的 Prusa 可能至少快，算是在更快。对。那实际上怎么样，还是要实际体验才知道。对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 app 的。这个 app 其实我有载下来，只能说有一定比没有好，但它这个 app 我觉得有一点花，有一种在逛淘宝的感觉。然后上面好像也可以下单。刚刚那边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？我看到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它有一个 app 嘛，然后它可以有一个 camera 可以实时监控嘛。这个功能我觉得很好，就是你可以实时看的话，代表说它可以记录下来。所以我认为如果可以出 time lapse， 就是缩时摄影的影片的话，其实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看，那他也会想买一台，就是勾引他，看起来比较牛逼的地方。对，这个功能我觉得很不错。因为很多人他其实 3D 电影很花时间嘛，所以如果他有一个缩时摄影，他就会觉得说在40秒内就印完了，他觉得哇好酷哦，我也想要买，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切入点。OK， 那你猜猜看，小台跟大台的这个 K1 系列大概要多少钱？以我对于 Creality 的理解啊，它小台的对标竞品，估计不是新出的马克4，应该就是 P1P。那马克4是谁？马克4的话就是 Prusa 出新产品，对，我们改天会再出一支影片给大家看。对，因为马克4 Prusa 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牌子。那马克4的话，我们看了一台现场的组合价格，是1099，但是美金，对，美金，但是 Creality 一定是不会跟组好的比，所以它的单购价一台是800。那 P1P 我记得那时候价格没错，应该是700，所以我猜这一台的价格。要么是750，要么就是650，要么就是比 P1P 便宜，要么就是比 Prusa 便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公布价格。好，如果是以小台的 K1 系列，它的售价599，那就跟650差不多嘛。对，便宜了1500块台币。你算是猜到了。但是它这一台既然是跟 P1P 比 P1P 便宜的话，它一定就是没有 LiDAR。也没有 camera， 它的规格在这里，可以看一下，它的 LiDAR 跟 camera 是 option 哦，代表是可以加购，但是最便宜的没有。那这个就还不错，因为它至少像 LiDAR 是可以选购上去的，但 P1P 就没有办法升级到这个部分。然后它的 building volume 刚刚有讲，就是22×22×25，那就是说它的大小是跟 Prusa 接近，但是是比 P1P 小。如果是本部系列的话是256嘛，都是256。那它这边是22×22×25，对，不一样。有一点要注意哦，它都有搭配最新的 WiFi。对，它有 WiFi 连线功能。对啊，因为它手机 App 嘛。然后基本上其他的功能也跟 K1 Max 差不多，速度也是600，然后加速度也是差不多。对。那主要的差别就是它这边 building volume 这边是30×30×30，比 Carbon 大了。然后这边的话是已经配上去了 camera 跟 LiDAR 的部分。对，那它这样的话，它其实就比本部便宜快200块哦。对，200块。因为这台 K1 Max 的价格是在1000块，但如果你是 S1 Carbon 是1099，对，1200。对，1199哇是2000块，1200块。OK， 所以 K1 系列就是 K1 跟 K1 Max 是最近你可以在官网上面预定。对，那如果是 K1 Max 的话，官网可能没办法预定，你要直接跟客服预定。
这是我们联络客服的时候的一些结果。所以如果现在买的话，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到？我看上面是写说，如果现在预定，大概5月20号之后可能可以，那就是要等到1个月，4个礼拜的交期，那蛮长的哦。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？因为前一阵子最火红的是 Bamboo Lab 的，不管是 P1P 或是 Carbon 系列，看到很多社团在团购。对，那现在的话，它已经出了 Creality 出了一款跟它类似的，而且价格相对便宜很多的机型，看起来是真的蛮诱人的。对，所以可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考虑看看，然后有什么心得跟我们分享一下。但是比起创想的其他牌子的其他系列的3D 猎鹰机，它的这个系列还是相对贵一点点。那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这台机器的优点或缺点。我先说好了，我觉得它这台机器的优点，首先第一个价格比我们现在看到的，不管是 Carbon 或者是 P1P 可能都稍微便宜一点点。还有马克思哦。对对对，那第二个的话可能是猎鹰面积，它有一个大的给你选，对对对，你可以买大台的，你可以买到30×30×30，那就真的蛮大的。对对对，那你有什么对它的优点吗？我觉得蛮重要一点就是要有那个 camera， 就是你要能够分享，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功能。然后再来，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速度，就是相比于过去可能用 Prusa 印可能100-200，那大概你印一个物件可能需要1-2个小时到2-3个小时，但是如果现在改成用我们用Bamboo的话，那大概时间就可以减少一半，就可能30分钟到1个小时可以出东西。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来讲，速度、时间成本上可以省很多。然后如果可以出影片的话，像 P1P 现在目前为止就还不是 Time Lapse 的模式，所以如果你用到的是 Carbon 的话，它就可以出影片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功能的话，就可以让你的朋友可以看到说你现在在干嘛。我觉得这个其实还算还不错，对吧？那如果是缺点的部分的话，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就是它可能没有支援多色猎鹰，就是没有像Bamboo一样有 AMS 系统，或是像 Prusa 一样有 MMU 系统，对对对。这个应该算是一般3D 猎鹰机都会有的问题，就是它单色做得很好，但是后续的升级方案它可能还没有设计好。对，所以我们不确定之后可能会有这些 K1 系列会不会有什么多色猎鹰的辅助？对，但在这一波至少广告里面，它没有主打这部分。对，对对对。那另外还有什么其他目前你觉得是缺点的地方吗？有可能噪音很大。哦，对对对。那我讲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缺点的地方，就是像很多人到目前为止都觉得 LiDAR 其实调频的功能已经是有一个了嘛，不一定会需要第二个，所以它如果可以把它的所有功能都做到选配的话，那可能会让价格上大家会更心动一点。譬如说599你还不够心动，599已经没有 LiDAR， 它不能再砍。我是说如果是假设你想要买 K1 Max，但是你实在是没有很需要 LiDAR 的功能，那是否这些功能可以拿掉？如果有些人他可能对于这种底层猎鹰的品质要求没那么高的情况下，你就觉得 Creality 我只要大就还不够客家分的，还有机会可以再更低一点。如果大家实在是想要这样的话，你说他还没砍到见骨见血，对 ，OK， 好，那就是这一波我们关于 K1 系列3D 猎鹰机的一个云开箱分享。对。不知道大家对这台机器现在有没有在观望，还是初步的了解，或是想要买什么的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还是你们有其他对于3D 猎鹰机的规格有一些需求的，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们未来可能会出一支我们心中认为应该要有的一些要素。OK， 好，那这里是老虎钳工作室，我们这个是老虎钳工作室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，拜。